心灵是我们的作家，生活是心灵的舞台，探索心灵的无穷力量，让智慧与爱充满能量。大家好，我是心灵陪伴师阿日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每周都会定期更新，希望影片的内容你会喜欢。生活总是推着每个人往前走，或许看在你的眼里，有些人看似走得快一点，而有些人走得可能慢一点，但在每个人需要经过的时间里，这一切其实都是公平的。原则上，时间会给每个人该有的平等对待，而从心灵衍生出来的，则是你在做任何事物和决定时最关键的要素。我们每个人每天都拥有着24个小时，你的时间别人偷不走，别人的你也无法偷，但你可曾在忙碌生活的步调中稍微的停下脚步来粗算过，每天所花在工作上的时间占据了自己多少时光，而一整年下来又累积了多少时间在工作上。如果再以一生的时间去做计算，人生几乎有1/3的时间都奉献在工作上了。就业这条路不只是毕业出社会后才开始，有些人甚至更早，在求学阶段就开始四处打工了。每个人开始跟结束的时间都不相同，有些人可能出生时命就特别的好，也可能祖上有积德，或是上辈子烧好香等等，但这不在我说的这范围里。我在这里说的是常理，所以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，几乎每个人都会参与就业其中。我们这来谈谈，任何事都是一体两面的，没有全好，当然也没有全坏。有就业机会，那肯定也会有失业机会。这世界就像一个天秤，有它自己的机制存在，这样你们应该可以认同吧。有些人会说就业是好事，我认同，而失业就会被说得很糟糕的样子。我是不这么认为，但我不否认人在就业时的身心灵状况一般都会比失业时来得好很多。毕竟就业时可以赚取金钱，来让自己或家人可以过上品质好一点的生活，而对于失业者来说，这点上就薄弱许多，以至于身心灵上就比较容易出点状况，常感到家人给你的压力，亲戚朋友给你的异样眼光，这些或许他们只是出自于好意，但时间久了会使失业者的自信心不足，心情更加沉重，时常感到压力爆表，甚至还会有忧郁倾向发生，这些只会导致失业者坏上加坏，落井下石对他们来说并没有多大帮助。切记，当你遇到失业者时，请给他们多鼓励，多点正能量的话，别忘了风水轮流转，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那个失业者。现在的你可能正处于失业，或是不久即将失业，还是曾经有过失业。就算未有过失业的你，我也希望你能够听听，毕竟这些都是用在所有人的身上，能够多了解到事情发生对自己的影响，就能够用更从容的方式来应对。在生活面、心灵面上，任何的困难和难关你都可以克服掉，而且还可以做得更好，让自己更有活力地走下去。你有可能在这间公司只待了短时间，也可能是一段长时间，甚至已经用了大半辈子的时间都付出在这里面了，它占据了你生活甚至是人生的很大一部分。虽然我必须说，导致失业的因素其实有很多种，这不是几句话就能说得清楚或带过的，但这不是我今天要在这里谈的重点。我希望你能够明白到，既然都被你遇到了，就顺从接纳它，或许命运走到这，对你另有其他的安排吧。这时的你，首先最应该做的事是把心情沉淀下来，静下心来，好好的跟自己对话。或许这段时间会有很多身旁的人给予建议或意见，其实也不需要去特别排斥，或是勉强的去接受，广纳的去听取也是一种帮助自己的方式。只要跟自己心灵想法上不冲突的好的建议，极有可能在你未来的日子会有很大的注意。以下有几点，失业过后的你可以问问自己，对于原本那间公司的文化制度感觉是怎么样，在各方面的薪资福利上有没有符合自己所期待的，工作环境对你来说是不是可以接受的，最后就是工作内容的部分，你讨不讨厌，做起事来能否得心应手，心情上能否是喜悦的，或是每天如同地狱般的过日子。透过这些的自问答题，你可以更清楚知道你原本的那份工作是不是你满意喜欢的。
如果是的话，那很好，你可以再依序去寻找类似的，当然无法100%的找到一模一样，至少你有个方向，不让自己很迷惘。那如果不是的话，你也可以借由此次的失业，去聆听你内心真正的声音，可以让你更清楚理出你所想要的工作生活是什么样子。当你在失业后，我这里指的是被公司因营运不佳因素，或人力精简缩编，还是破产倒闭变故，进而导致被资遣的失业者。当然有很多失业者可能不是我所说的这种情况，但不管是何种情况，当你本身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经济压力时，心灵上也相对会产生压力，这样对你的整体情况会更处于劣势。虽然你不满意现职的这份工作，但我还是会比较偏向建议你可以先找到新的职务工作再提离职，这样会比起你有过渡时期的空窗压力小许多。当然每个人自身情况不同，这里我给的建议你们可以自己衡量，现阶段再做决定。在你重新开始找工作之前，记得先把自己的情绪整理好，整装再出发。不管过去的工作对你来说是如何，那也都成为了过去式。现在对你来说，未来才是你应该要关注的事，毕竟这将是一个全新的开始，而这个新开始将影响到你往后生活的模样。说到找工作这件事，我个人认为机运其实也很重要，但我不是说其他不重要，只是有时候同样都是求职者，可能你在经历上比竞争者更丰富，又或者论能力来说，也比起其他人更能胜任这份工作，但最终你却无法得到这份工作的录取。原因是什么都可以，但没录取是事实。面对这样的挫折感，会让人心灵陷入沮丧、没自信、自我怀疑，这反应都是人之常情的。但你不要因为几次的这种情形发生，就影响到你自我内心原本期许的那道声音。什么才是你想要的，你自己最清楚。当你在失业的这段期间，除非你已经让自己具备了不再需要工作的能力，否则一定会再重新回到这社会里，为这社会提供劳务及创造价值，使社会整个运作更加有力量的往前进步。虽然每个人在这社会机器运作底下都只是个小螺丝钉而已，但别把自己看轻了，把自己的能力贡献出来，也是一种值得让人敬佩的行为。如果当你又重新要脱离失业状态时，那么你肯定会遇到以下这3种抉择。当然这也代表着你即将展开新的职涯生活，不应该为抉择的问题感到烦恼，而要为自己能够做抉择感到兴奋才是。以下我们就来说说这3种抉择。第一种是重新就业，也就是说，如果在你原本的那个职务上，你表现得还算亮眼，做起事来也能得心应手，对你内在心灵来说是喜欢的，而外在来说是不讨厌的，那么我的建议是，你可以找相同类型的工作，至少在同领域里有着熟悉感，而熟悉感会带给人安心的感觉。在工作技能上，该具备的其实你都有，这样对你来说是最快也最容易进入状况的。多给自己信心加点分，一定很快就能上轨道的。第二种是转换不同职务，这点来说会比前一个挑战性来的大一点。你可能对于你原本的工作就不满意，那也不是你所喜爱的，竟然在这时候有了可以让你重新选择的机会，我建议可以大胆的去尝试看看，只要你愿意，或许可以找到更适合属于你自己的专业性工作。你可能从未接触过此领域，也不了解该领域的任何事物，但如果这工作对你来说有着巨大的吸引力，你也确实想为自己做出改变，挑战更不一样的环境，那么我会鼓励你勇敢做自己一次。第3种是自己创造出来的，如果你不想再为别人打工，而在你的心灵上一直有着创业的梦，那么你不妨可以试着去为自己想做的事努力看看。失业的机会也可能是上天给你的另外一个机会，追求自己所想要的人生一直都是每个人梦寐以求的，但创业的整体规划和风险考量，你还是得花些心思在这上面，毕竟当你多做一点准备时，一定好过匆促做决定时来的要好。希望有心想要创业的你，能在你为自己铺设的道路上坚持奔跑着。好了，到了影片的最后，今天跟你们谈论和分享的主题就到这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也觉得影片内容有帮助到你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并开启小铃铛，
也请你将影片分享出去。我们下次见。